埃及，一個充滿神秘感的國家，它是一個很真實、很熱鬧，甚至有點混亂的地方，但卻有着10000年來人類最神秘的古文明。這趟埃及大冒險，我們將跳進撒哈拉沙漠深處的秘境綠洲，還要一路向南去解鎖古埃及神殿的震撼，最後躺平在紅海的頂級度假村。不過在這一切開始之前，我們得先從這個連過馬路都需要勇氣的首都開羅開始。而且一出開羅機場，就先聞到了濃濃的味道。今天這一集，我們先不去看金字塔，而是走進最真實的開羅市區，先到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和玄宮教堂，看看開羅不同宗教與歷史交疊的樣子。接着經過埃及著名的垃圾城，抵達藏在山壁裡的洞穴教堂，最後到哈利利市集 shopping。結果竟然發生了付了錢卻差點拿不回商品的荒謬事件。那就 Let's go 開羅市區，我們出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laine，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Meow's Corner。今天我們來到了開羅，然後這是我們的第一站沙拉丁城堡。這是我們的這樣的可以的。這是我們的導遊 Jimmy。Hello。Jimmy 從一上車就開始跟我們講埃及的歷史，我都還沒反應過來，但是我會努力把所有的歷史記住。在路克索神廟有2個方尖碑，那當初阿里呢就把1個方尖碑送給了法國，那法國為了表示感謝呢，就送了那個鐘塔回來，就現在就放在阿里清真寺。然後那個鐘2個月就壞掉了，品質很差。他們這麼洗一樣，你肯定是要進的，光子、有水、出來1個星期，水、鼻子、臉都不能这樣，還有頭髮、耳朵，最後是他們的腳。每部分要洗3次，每天5次。你看，清真寺塔是有一個人會上去到上邊，叫穆斯林過來做禮拜。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。現在你們在埃及做禮拜的時間會聽這個發音。哦，早上好像有聽到廣播。對。所以這是不是在唱歌，不是聽歌的話。清真寺裡一共有365盏吊燈，象徵1年中的每一天。中間還有4根主要的柱子，代表4季。以前還沒有電燈的時候，這些燈都是靠蠟燭一盞一盞點亮的。而且當時還有負責專門點燈的人，每天都要把這些燈點起來。好辛苦，每天都要來點燈。這樣的呀？哇，這是什麼材質啊？阿里清真寺的牆面與柱子使用大量的雪花石裝飾，所以又被稱為雪花石清真寺。土耳其代多來了呀？從土耳其代多來的。为什麼叫玄空教堂？哇！前面沒有什麼。這個就是懸空教堂，可以看到，真的是蓋在地基的上面。哇，這個整個都超級精緻，顏色超美的。所以以前如果有就是希臘軍隊來的話，殺基督教的，所以要躲到這個下面去，它這邊就會蓋很多那種小小的地道，可以躲下去。哇，這個很有建設，我原本以為就只是跳下去而已。
怎麼不愛吃你這個草？最重要的是那麼裡面的部分，我們把它切開一片一片，裡面好像甘蔗，有水分，還有糖分。在下午的把水分吹出來，給麵棍壓一下，應該泡在水面差不多1個禮拜或者2個禮拜，這個按照我們需要的顏色。在水面時間上，差不多2個禮拜在水裡面。2個禮拜在水裡面。那是一模一樣的紙，要不會爛掉，不會破。真的紙可以放一點水在上面，真的紙不漏水，不渗水，你可以摸一下下面有什麼？沒有，沒有滲。我的意思，真的紙不把水，不把潮濕，不會發霉，所以你可以放一輩子。現在你看這個，我們關燈一下，1、2、3。哦，哇！你可以看這會改變。1、2、3。哇，會發光哎，這個好立體哦，好漂亮哦。這個好像能給你氣感。哇，都好漂亮哦。直接帮我買3張哎，有點太多了。後來才發現這間觀光的店，莎草紙比其他地方買的貴上不少。記得一定要比價跟殺價，再決定要不要在這間店購買。我們下一站來到了洞穴教堂，然後我們剛剛穿越了埃及最著名的垃圾城，好多垃圾哦，好恐怖。其實看過很多影片，大家都有介紹垃圾城這個地方，但是實際我沒有下去走，但是實際經過還是蠻震撼的。就是我覺得隔着車窗都聞得到垃圾味。那我們現在去洞穴教堂裡面看看，超漂亮的。它是中東最大的教堂，是當地的人自己蓋的。洞穴教堂旁邊還有一個小的教堂，那我們現在過去看看，聽說也是非常的漂亮。垃圾味還是很重哎，剛剛都還有蒼蠅，好多蒼蠅啊，覺得有點害怕。也蛮漂亮，因为它比较低，更有洞穴感，更舊一點。他這邊說，如果你的眼睛讓你犯罪的話，最好把它挖掉，把它丟掉，這樣對你比較好。這是一個神的教誨。我们現在要離開教堂跟垃圾城，要回市區的哈利利市集去逛個街。今天就差不多這樣結束，走了蠻多路，而且還有一點時差，中間一度非常的想睡覺。埃及真的好好玩哦，好不一樣的生活，好不一樣的地方。我們來到了哈利利市集，琳琅滿目，不知道從何逛起。Jimmy 有跟我們分享這裡賣的東西比較貴，所以一定要殺價。對我講日文了，可能剛發現中文對我沒用，就開始講日文。保守的先買了一些寿司。360。OK。再
念不行哎，才買了幾個東西而已。因為這是我在埃及的第一天，歷史了解的不多，所以也不知道要買什麼東西。但我相信這一趟旅程的中段到後段，我應該會狂買爆買。那我到時候來看看我買了什麼。我現在在的這條街是埃及開羅最古老的街道，開羅是從這一條街就是慢慢發展出去的。我們逛的差不多了，就回飯店休息。跟大家说，我在哈利斯基差點被騙買了一條腰帶，它原價是800埃鎊，反正我就跟他殺300塊，然後他就說不行，不賣，我就跟他說那360，他也是不賣，最後我跟他說400，然後他成交，他說好，400塊錢給他的時候，他又跟我說500，怎麼多了100塊？我還想說是我一開始聽錯，多上去沒有錯啊，怎麼又多增加了100塊？然後他就是一副就是你就是要給我多100給我啊，還好我們導遊居民在旁邊才化解了這個，也不算誤會，騙錢嘛，也不算騙錢，這是騙錢啊！這騙錢嘛，被騙錢的危機，不然差一點就要多付100塊，我覺得有點誇張畢竟都已經講價完了，而且已經確認好最後價錢，沒想到在付錢的時候又跟你多收100塊，我就覺得不行我原本以為埃及騙人只是價格沒講好，但是沒有想到連這種價格講好了，就還會再跟你多收100塊，所以我覺得蠻不合理的。大家来埃及真的一定要小心，他會這樣操作。沒有想到第一天就遇到了，感覺之後幾天我要再導遊黏緊一點，然後才不會被騙錢。在開羅的第一天就先結束啦。那我們明天會先出發前往西瓦，去完西瓦2天過後，我們會再回到開羅。開羅的重頭戲金字塔還有大埃及博物館。那我們明天因為4點要去西瓦，所以今天晚上就早一點休息。我真的時差蠻嚴重的。那我們就明天見嘍。在埃及呢，因為沒有斑馬線，所以就要看好車流，穿過去。你看到一直叭叭叭叭叭的。大家車都亂開，很煩為什麼都不做斑馬線跟紅綠燈？哇，慢走有警察，有警察。我們要前往埃及的西瓦綠洲，一個像走進遊戲《刺客教條》場景的沙漠小鎮。第一次踏上撒哈拉沙漠，漂浮在夢幻鹽湖，結果竟然還遇到整座小鎮大停電，差點不能洗澡。喜歡我的影片的話，記得按讚、分享以及訂閱 Meow's Corner。我們下一集西瓦見。